大家好。乘到中国的003号航空母舰在上海的江南造船厂紧张施工，即将下水之际，中国境内竟然又出现了一艘美国的航母。注意，我说的境内一词指的可并不是南海或者东海，而是在我国新疆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之上。这是美国海军协会网站上的报道。中国在遥远的沙漠之中建造了形状类似美国航母和驱逐舰的导弹目标，而其第一张配图还用美国现役最先进的航空母舰福特号做了对比，的确很像。不过美国现役航母从尼米兹级首艘开始也基本都长这个模样。也是，谁又能确定美国未来就一定会派福特号来中国周边做目标呢？此篇报道一出，立刻有一名法新社的记者在隔天的外交部记者会上询问了此事的真实性。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回答是这样的：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情况。这样的回答既没有承认，当然也没有否认，非常的外交。也没错，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这才是知也嘛。外交部不置可否，那么这篇报道的真实性又有几何呢？美国海军协会网站大家并不陌生，跟美国海军的关系也非同寻常。之前的海狼级核潜艇康涅狄格号在中国南海撞了，也是他最先爆出来的。而在这则新闻中，他引用的是 Maxar 公司提供的高清卫星图片。Maxar 这家美国公司，看过我视频的朋友想必也不会陌生。它是专门为美国、加拿大和其他各国政府，尤其是情报机构提供实时地球图像和雷达数据的。简单来说，就是收钱办事，提供军事数据或情报。我还找到这家公司的一位员工，此人名叫肯乔伊斯，以前曾是一名空降兵，服于美军175工程连，并在伊拉克有过服役经历。退伍后辗转来到现在 Maxar 这家公司。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此人非常喜欢在个人 LinkedIn 中卖弄自己公司的产品，比如中国、俄罗斯或者中东军事敏感区域的卫星图像。那么这次既然图片来自 Maxar， 肯乔伊斯会不甘寂寞吗？一查之下，果然没让我失望。他随后更新了自己的动态，并提供了2张卫星图片。根据我的检索，这2张图片均没有在各类社交媒体上出现过，同样极具价值。稍后我会把它发布在我的个人微博上。接下来我就结合这2张图和美国海军协会的报道做一些深度解读。首先，虚拟航母基地到底在哪儿？文章中出现了若羌地区，若羌即新疆若羌县的汉语拼音。我在此前介绍新疆历史的视频中提到过这里。此处正是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楼兰古国故地。若羌县城内就有一座楼兰博物馆，去新疆旅游的朋友不妨可以去参观一下。既然是新疆的若羌县，那这妥妥的就是中国的西部地区了。文中这个 Central China 显然用的不够精准，这词一般用来翻译华中或者中原地区。不过对这些美国人也不能奢求太多，能知道中国有个若羌已经很不错了。毕竟此前 CNN 在与其驻华记者大卫·卡尔福连线时，曾把中国的新疆标记在了广东省韶关市丰源县的新疆镇，实在是滑天下之大稽。如果我再告诉他们，在广西省南宁市下辖还有一个新疆镇，拼音跟新疆又是一模一样，那老美是不是该疯了？中文博大精深，又有历史积淀，何为中原，何为江湖？我想有些老外一辈子也搞不清楚。闲言少叙，我们来看卫星地图。这个基地显然不在若羌县城内，那有地图坐标吗？还别说，真的有。我们注意到这张照片的这里显示了图片所在的坐标，为北纬38.8126度和东经87.812583度。输入到谷歌地图中，显示为一片黄色覆盖的沙漠，什么都没有。因为这片区域地图的更新时间仅为2013年9月10日，毕竟我们又没有给 Maxar 这家公司付钱，自然是拿不到最新实时卫星的图像了。看到这里，观众也许会略显失望，在这个距离若羌县城约37公里处的地方，到底有没有航母基地？美国卫星拍到的到底是真还是假？不甘心的我又继续挖掘了一下，我在网上找到了很多免费开源的卫星地图，大多数一无所获。不过其中一个却给到了我惊喜。在这个卫星地图中，当我再次来到距离若羌县西南约37公里处，一栋建筑物跃入眼帘。我们注意到2栋蓝色的建筑和一栋红色建筑，这与 Maxar 公司提供的卫星图片是不是一模一样呢？只不过我找到的这个地图中3栋建筑左侧的绿色厂房，还有轨道和模拟航母还没有铺设完毕。
如此看来，美国海军协会的这则报道所言非虚，是为空穴来风。美国卫星拍摄中国新疆的这些军用设施倒是蛮清楚也蛮及时的，但对于新疆所谓的血棉花或者200万囚徒，时今日却连一张照片都没有。我们回到这幅图，注意大图的拍摄时间为今年的10月20日，小图却为2020年7月27日，相隔竟然达1年多之久。换句话说，美国人早在去年就已经发现了这个沙漠中的移动航母基地。那为什么时隔1年多才报道出来呢？原因尚难确定。不过，鉴于美媒一贯见猎欣喜的调性，也不能排除这里的年份为一处标注错误。坐标位置有了，建筑物也找到了，那么它位于整个沙漠形洲的什么位置呢？我们来到 Maxar 今年11月1日拍到的这幅图，刚才的建筑物应该就是位于最上方的这里，也就是沙漠形洲的起点位置。航母将以30节，也就是每小时55.56公里的速度向下直线航行。当监测到导弹来袭时，在这里开始做大角度的 S1 机动加以规避。轨道的设计就是模拟航母的规避路线，这条轨道的宽度经过测算为6米，而模拟航母的长度如图则是75米。按照美国现役航母330米加的长度计算，模拟航母的长度为实际的1/4，这样甲板的面积大约为实际的1/16左右，看起来是个缩小版的美国航母。那为什么不直接弄个等比例航母上去呢？一是成本，弄一个300多米的大家伙还要在轨道上快速机动行驶，难度实在太大。试想75米的长度已经不小了。其次，如果我们能够精准命中缩小版的航母，那么打真实航母时就会更为十拿九稳。看到这里，可能有些网友会提出一个疑问，既然我们已经在轨道上搞出了缩比机动航母，那为何还要在附近模拟一个全尺寸的航母呢？的确，眼尖的网友应该已经看到了，在轨道开始转弯的附近，卫星还拍到了另一艘航母。这艘航母美媒还特意用福特号做了等比测算，确实为长度超过300米的全尺寸。之所以既有缩比又有全尺寸，个人认为很多人可能没有考虑到时间问题。合理的推测应该是中国先在这里修建了全尺寸的航空母舰，专门用于弹道导弹打靶，而后又启动了更大的工程，修建了轨道，并做了在轨航母机动规避的路线扩建。如果真的是这样，我们或许能在刚才的卫星地图中找到些许痕迹。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我来到刚才的那个地图。既然这个建筑物是轨道的起点，那么我们就顺着未来的轨道路线向下移动，看能找到什么。果不其然，我们将地图放大，看到了一个泛着蓝光的物体。这个地点刚好与上幅图的航母位置相符。没错，这就是那个固定的全尺寸航空母舰。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还没有轨道出现，所以可以确定是先有全尺寸固定航母，后面才有的机动轨道航母，与我刚才的推估基本相符。除此之外，我还发现在航母的右上和左下还各修了2处标靶，尺寸较小，可能是在模拟其他的驱护舰。不过最新的地图中却没有看到，可能是被沙土遮盖掉了。不过在固定航母的右下方却出现了另一艘舰艇标靶，美媒将其标注为 Destroyer 驱逐舰。我们来到肯乔伊斯提供的卫星图片，将其放大后可以清晰看到，这艘舰艇似乎还有上层建筑，这就是美媒提供的另一张阿里伯克级驱逐舰的高清图。我还特意将一艘伯克级驱逐舰的俯瞰图贴过来进行了对比，前炮、垂发、舰桥和烟囱都能一一对应起来，看起来是模拟伯克级驱逐舰没错了。其实这些上层建筑还出现在了轨道上的缩比机动航母上。我们来到肯乔伊斯的第2张图，放大后可以清晰看到上方有多处垂直桅杆，这上面可以安装多个高速传感器、摄像机和雷达反射器，用于模拟航母电磁和红外信号，并且记录打击效果。这个桅杆设计似乎也似曾相识，没错，在此前的珠海航展上刚好出现过。滑动的轨道和舰艇上方的多个桅杆都清晰可见。这是什么呢？注意左下角，我们将其放大，这正是航天科工倾力打造的陆上体系化综合电子蓝军系统，又称陆上综合电磁对抗系统。本以为只不过是个模型，还停留在 PPT 或设计研发阶段，没想到在祖国大地的西部沙漠之上已经打造完毕。有了它的加持，我们此后无需再通过遥控远望4号这种海上目标，在美国侦察机的监视下进行导弹测试了。同
同时也意味着我国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的研制将迎来又一次的飞跃。在此楼兰故地，我们再度目睹了中国军工的又一次鬼斧神工，实在令人惊叹。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古有王昌龄从军出塞，书写豪情壮志。1300年后，梦里楼兰东风破，大漠行舟落日圆。我们下期视频见。